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一趟奇妙的旅行。理由是因为我注册了那个去年10月份、11月份那个雅高的活动，就是3晚升白金的活动。但这个3晚升白金的活动呢，它一定要在大中华地区住宿3个晚上。那大家也知道嘛，现在台湾的那个机场诺富特也已经不是雅高了，所以台湾我们住不了雅高了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到香港、澳门或是西台湾来住了。对啊，那我就选择去深圳住。对，然后为了增加这趟旅程的乐趣呢，这次我们就要体验不同的交通工具。我刚刚从香港的机场下飞机，我搭了国泰 CX499，今天蛮早抵达的，11点3点几分就抵达了。不过一样321逆流哈，我觉得机型讨厌是一回事，是他每次停的那个 gate 哈，都在那个天际那个地方好远，真的是很烦。出来都12点多了，然后我这次去程的话，我要搭这个高铁，因为我没有搭过这个高铁，所以我刚刚就是先搭了机场快线，然后到九龙站。刚刚从机场过来的一路上啊，都非常的顺畅，对，就是指标都很清楚，然后动线也很明确，蛮好找的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对，那我现在就是要来西九龙站搭高铁到深圳北，因为我今天住的饭店第一晚就在深圳北站楼上的 Pullman， 就是我的雅高的第一晚哦。对。我刚刚蛮扯的，我刚刚用支付宝打开，然后我要买票，那因为想说我没有搭过嘛，那就来搭个商务舱试试看好了。结果最近的一班车就是1点22分的商务舱是售罄哎，完全卖光哎，好扯哦！就是然后2等座、1等座都有位置啦，但既然来了这么难得，就坐一下那个商务座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订了下一班，不过还好，下一班就隔大概20分钟而已，所以我等一下要搭1点40几分的车，然后要去深圳北站。我第一次来这边，然后果然是做得很干净，然后也很舒适，就是在这边转乘真的是蛮容易的。这个车站、机场这个连通的这个道路指标真的非常清楚。那我回程呢就要走更特殊的喽。我先卖个关子，回程是大家应该会很有兴趣的系列。就回程我怎么从深圳回香港搭飞机，就是另外一个系列。那我会再拍给大家看。在香港大陆搭高铁就要像这样都要安检。对，那这个安检的话速度还蛮快的，而且我大家今天买商务舱的座位的话，它就是有特殊的安检通道，几乎不用排队，是蛮便利的。所以今天蛮不错的。第一次来体验，好，过完安检之后就会像这样搭一个电梯下来，然后就会到像这样子准备搭火车的地方。哇哦，这是我第一次要搭对岸的高铁呢。虽然就短短的啦，就是香港到深圳北站就是24分钟这样。对，哦，这边就是要过移民关了，那跟坐飞机一样嘛。这边就是要入大陆关了。确实跟出国没两样，这边还有 Hong Kong Duty Free 呢，所以这个高铁站大家把它可以想成就是类似一个机场的概念了，只是说它2个连在一起。刚刚是过香港的那个海关，就是等于从香港出境，那等一下前面就是要进那个大陆的关口了，然后这边就一样有免税店，所以这边跟机场的概念是一样的。在香港的话，这个西九龙站的这个高铁，它是有一个lounge的耶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使用资格。使用资格的话，在这边，只要是1等座、特等座商务车厢都可以进来。不过我想大家平常都是来赶搭车啦，所以lounge里面其实空间很宽敞，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啦，不用像下面这样就是等候。那可以这样子在这边很轻松的。香港机场出来就很快嘛，然后因为像我们这种常常来往香港的，我们都会办那个快速通关嘛。因为大家如果是有那个航空公司的高卡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这个福利。香港机场的话，就是可以给航空公司的高卡，好像国泰的话就是银卡、金卡以上啊，然后还有一下绿宝石啊。但是那个 JGC 不行哦 ，JGC 那个绿色的那张不行，就是其他的话，高卡像华航的翡翠金钻啊，就是各航空公司的高卡，你都可以去香港机场申请自动通关，就走那个 E-Channel， 所以就入境也不用排，就秒进去，对，然后出来就是直接搭机场快线嘛，其实很快，然后20几分钟就到九龙站，然后九龙站之后那个指标非常清楚，你绝对不会找不到，就是往高铁列车走，然后要过一个天桥就到了，其实也还好，我今天是边录影边走路边找，也是花了大概10分钟左右就到了，所以其实蛮快的。然后现在手机买票也很方便嘛，然后到了之后我就直接进来。
对，然后误打误撞就发现一个这样子一个有趣的浪举，对，是挺好玩的。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个浪举，然后稍微再休息一下，大概就10分钟的时间。不过这浪举是没有吃吃喝喝的东西啦，它就是个休息室的概念，就让大家在这边坐一下，然后等下搭车。那不知道等下商务车厢长什么样子哦，我也蛮期待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就来看看这个大陆的高铁商务车厢长什么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上车了，那我们是8车，那我今天座位是2A。好，那我们上车喽。难怪这么快就卖完了。原来商务车厢只有5个座位而已，就是一个小包厢的环境，蛮舒适的。前面第一排的话是1的2个位置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然后第2排的话就是右边一个，然后左边是我现在的座位是2个，所以这个商务车厢是几乎可以包车的，因为它就是只有5个位置而已。今天花这个钱好像还蛮有趣的，获得很有趣的体验。那搭乘这个商务车厢的话，还有一个这个简单的小礼盒，就是一个吃的东西。我看看这里面有什么，就是果干，这是牛肉干，这是小饼干，这是腰果、脆饼、豌豆。第一次搭很新鲜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上面的乘客也是全满的，5个位置全满。然后刚刚会上来一个一个核对你的证件。那我们说一下，这边如果搭商务车厢的话，你会有快速通关的地方，就是香港一进去的，一刚离开香港的地方的安检闸口，好，那边是要排最久，那边有2个商务舱通道。然后这个海关当然就没有，2个海关都没有。然后进到大陆这边的安检也没有，然后登车的部分也没有。不过登车速度算快，因为它 gate 口蛮多的。对，那只有第一个步骤有商务舱的单独车厢的通道。然后进来之后，车厢里面我觉得算很舒适吧。这个如果是搭长程的话，旅途应该也是蛮不错的。对，当然了，这个票价也是我觉得算贵，但是体验一下嘛。对，不过长程的话，它这应该是会蛮舒服的，可以好好做一个休息。好，那这是我第一次搭大陆的动车复兴号的体验。那我们等下24分钟后就会从香港西九龙站，然后到深圳北，中间会停一站福田。那这个座位的话，也是有个这样的小桌板，可以方便吃东西的。对，然后旁边这边的话，下面这边也是可以调整椅背的一些位置，就是可以放倒。哦，这可以几乎到全平躺哎，这可以几乎到全平躺，放到全平躺就会变这样，所以这个高铁的商务车厢是可以全平躺像这样的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设计还是蛮不错的。如果今天真的是搭长程列车的话，这样可以躺着休息，是一个非常舒适的。既然高铁设计就跟机场这么像，那厕所开箱也是一定要的嘛。商务车厢的这个厕所算是干净是 OK 啦，对，然后但是当然就是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厕所。不过我想在这边只要厕所能干净就是阿弥陀佛了，对，就是厕所能干净，我觉得就是蛮不错的。后面就是2等座的位置的样子，给大家也照一下，就像这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到站喽。那商务车厢的服务是很好的，就是快要到站的时候，站务人员还会特别来提醒说，你要到站了，可以准备出来等。欢迎再乘坐广铁列车，请注意小心安全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这就是深圳北站了。深圳北站，我刚帮大家照后面的就是2等车厢的样子。对，这个车就是短程的嘛，所以它就是商务舱跟2等车厢这样。1等车可能在后面吧。不过这个站的规模就真的是蛮大的，就像欧洲那些大车站是一样的。这不是日本的规模，日本那些车站的量体都没有办法比这个大，这个真的是太大了。很巨大的车站。今天我们就是第一次体验，假装是台商，就从香港机场，然后搭机场快线，然后九龙站换高铁到深圳北咯。